实话实说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确实是打了不少的胜仗，消灭了蒋团长，成功的劝降了彭秀才和秦天树。但是那个跛豪和妖姑，至今没有归案。留下这两股势力，那对我们文沙厂的剿匪工作，那是后患无穷。所以我的意思啊，既然秦天树已经投诚了，不如我们干脆一鼓作气，把那个染妖姑也抓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其他的喽啰群龙无首，那自然也就散了。我不同意抓染妖姑，至少在抓他之前，还可以继续劝降他。你不是已经劝降过了吗？像染妖姑这样的人，不是一次两次劝降能够起到作用的。对待他，不但要有耐心和他讲道理，还得用智慧征服他的内心。关队长，你这倒是去劝降女匪呢，还是去和女人吊膀子啊？哎，翟副队长，你这个话倒是提醒我，这个吊膀子和劝降，本质上不是那么一码的事情，但是细一琢磨，还是一回事。你说，如果女人不喜欢你，会和你一块上炕吗？这个女匪首也一样，她要是看不到你共产党的好，我们共产党有魅力，她才会跟着你，跟你走一条道。我准备再次代表我们文沙厂的共产党劝降冉耀姑，让他看到我们文沙厂共产党的魅力，让他心驰神往，跟着咱们走正道。关队长，我先表个态啊。至于这个冉妖姑能不能够招降，这个问题咱们放到后面详细的咱们再谈。我的意见是，即使是招降，你关永波也不能去，谁去都比你去合适。只有我去最合适。可在文沙厂人民政府，你放眼望过去看看，有谁比我关永波更了解冉耀姑？有谁又比我更有能力能够去征服冉耀姑？翟副队长吗？我是没这个能力征服他，但是我可以消灭他。好了，既然有分歧，关于冉妖姑是剿灭还是招降，我们表决。我坚决主张剿灭。不剿灭冉妖姑，不足以灭土匪的士气，不足以平文沙厂民众的心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关永波要是招不降冉妖姑，我就自己崩了我自己。要是把冉妖姑给消灭掉，我这辈子我都不安。我的意见是，报告，进来。县委的急件。去吧。冉妖姑的问题，报告，什么事儿？政委，门口有人找。告诉他我在开会。是。冉妖姑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化的处理。所以我的意见是，能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吗？对不起，首长，是马县长的电话。马县长电话。马县长，我老胡。老胡啊，秦天树已经缴械投诚了，首先我祝贺你们。这个关于他的投诚，你们领导班子还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觉得对这个人和这件事情，你们还不能过于乐观啊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敌人是很狡猾的，会变换各种方式来迷惑我们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秦天树就是敌人，但是你们还要做再深入的调查，一定要处理好他的问题。请马县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。啊，再见。
这个染妖菇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我们不能简单化的解决它。所以我的意见是，报告，没开始开会呢，待会儿再报告。这什么态度？这是染妖菇的问题啊，政委，不要那么多开场白了，你就说，到底是抓人还是劝降，两个词挑一个说。照相。哎，政委，胡政委，哎不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同意照相，但是我主张让一连长带一个班去照相，就这么定了。胡政委，你让一连长带着人带着枪，那是照相吗？那是逼降。这个事就这么定了。明天用最快的速度去照相，如果能够成功，皆大欢喜；如果不成功，我们再做决定。照相，我一定要亲自去。秦天树，我已经照相成功了。但问题是，秦天树他投诚安的什么心，现在还真的不好说。不管他安的什么心，秦天树带着队伍缴了枪，这就说明他的诚意。只有我能够找到染妖菇。这次，我想有言在先，你这个翟副队长，别再跟个娘们似的跟我。这次我一个人去，还是一个人，不带枪也不带兵，这事这么定了。高永波，你这么一意孤行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我不用好处，只要对我们文沙厂的共产党有好处，染妖菇念我们共产党的好处，这就够了。哼，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喽，你是被他那个漂亮脸蛋把你的心给迷住了。嘿嘿，我还就告诉你，老子就是被迷住了。他要是听了我的话，我还就娶了她；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抢亲，要把她抢来。高永波，你也太放肆了！你已经有前车之鉴了，你再那么一意孤行、任意胡为，你还要不要你的政治生命？怎么样？伯言，我得到了情报，共产党要对妖菇招降。妖菇被招降，碍老子什么事？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共产党要是把妖菇招降喽，那下一个目标可就奔着你星斗山来了。唇亡齿寒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伯爷是投降啊，还是被消灭呀？把老子逼急了，我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现在还不到急的时候，看来我得下山去一趟。染妖菇在哪儿？说。文沙厂没了这个蒋团长，又缺少了不少生气啊。要是共产党再招降了染妖菇，那我们在文沙厂的日子可就更难过了。跛豪的那个女人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，还不能告诉她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女人还活着，她的儿子也活着，而且就在文沙厂。
关永波啊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我见过怕死的，我没见过你这号不怕死的。这山长水远的你都跑了来，怎么着？想记记我这块土地呀？既然跑了那么远的路，说吧。还是上次那个话，带着你的队伍，缴枪投诚，争取条活路。那我也还是上次那句话，只要那姓翟的死，我的袍哥就全是你的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不管那姓翟的哪天死，你们都跟着姓关的共产党走，人跟他走，心也跟他走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然后你口口声声说你心里边有我弟弟天树，天树现在已经缴械投诚，为什么你不和他一条心？哼！你别跟我提那个秦天树，他还算是男人吗？为了他，我在这儿我没走。他爹死了，他说要给他爹报仇，我陪着他。可是现在呢，他给爹报仇的事儿没了。他说他爱田英，他跟我悔了婚要跟田英在一起。田英怀着他孩子，他们娘俩都死了。可是秦天树呢？这仇他也不报了。我问你，他心里还有谁？他只有你关永波哥哥。他带着人带着枪奔着你去了。你们俩好啊，兄弟心连心，手足情。你让我说什么？耀国，端午节龙舟赛的暴动，你参加了。梁风雅阻截我们有你的份儿。红叶岭一战，你和蒋光新联手打得我们伏击，我们整整牺牲了1个连的战士。我今天再次到这儿来找你，我也明确告诉你，冉耀国，带着你的队伍交枪投诚，向我们人民政府争取个主动，还能对你进行个宽等，能有条活路。我今天能够一个人摸到你这儿来，为了救你。如果我打算剿你，不会今天一个人来，这个理你明白。算我从小看低你这个关永波哥哥，你是我哥，是条汉子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斩妖姑是为了我爹生，为了我爹死的。耀国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冲着我弟弟天树。天树心里边装着你，我也心疼你，不愿意看着你死。我还给你时间考虑，但这是最后的时间。如果你依然执迷不悟，战场上见。让他走！
大家都知道，我是知天命才得一子。家子早产体弱，是靠着乡里乡亲讨百家衣才得以平安。文沙场是他们的血脉，将来不管他们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要记住，他们是文沙场的人，他们的根在文沙场。那边。干嘛去啊？哎，我去看看。快点啊！好。周胖子，什么事儿？傅伯才已经承认了，确实是他向共产党泄露了消息。到底是袍哥的人，敢做敢当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。知道了，让他回去尽最后的孝心吧。是。我睡不着，怎么了？又尿床了？不是哥，我老是想着那棺材和井，想那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想去看看出生的棺材是什么样的。不该衷肠，英雄何妨一身苍茫。手心痛的手背的痛，血比酒，恋爱比恨浓。感谢命运狭路相逢，出生入死。秦天树，这是机要使你进来干什么？翟副队长，我看看我自己的房子不行吗？这院子都是国家的，哪有你的房子？你说你进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偷情吗？姓翟的，你别没事找事儿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站住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凡是进过机要室的人，都要接受检查，把他给我扣进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放开！各位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啊，秦天树私闯机要室，按程序，我们要检查他。胡闹！你们放开他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是。政委，小金呐，别往心里去啊！你想到哪走走看看都可以，这毕竟是你住了20多年的家。好，去吧啊！我说政委，他进的是机要室，那里面都是机要的文件，吵什啥？你吵吵！
鸡钥匙，你的鸡钥匙的门钥匙关好了，柜子钥匙锁好了，谁能看得着啊？要怪就怪那机要员，给他处分。我说的。福宝仔，不是我冉妖姑为难你，这是我们袍哥的规矩。袍哥是不能出卖兄弟的，你没做到，这就是你的惩罚。喝了酒上路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你老娘的。上酒。小多把子。我说兄弟，你没长眼睛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怎么了？秦天树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向我投了降的人，一个败将。要不是我们党有政策和纪律，我早就把你给处理了。那我也告诉你一句，我要不是怕连累你们政府，我早就灭了你了。你杀了我的父亲，我的杀父之仇还没报呢，你当心点儿。你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你不就仗着你的组织吗？抛开你的组织，你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以为我向你投降啊？你做梦！一个败将，你还敢言有我？反了你不成？队长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你掏枪啊！朝我这儿打呀？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装模作样的！我要躲你下就是龟孙子。你现在不动手的话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记着。好，秦天树，我等着你。放开！那个翟队长，我早晚有一天要灭了他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刚安上2天，要屁股痒痒惹是生非。我就不明白，我本来想已经和你们一条心了，这日子应该太平了，心里就应该舒坦了。可是我从回到秦家大院以后，就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。我见到那个翟队长，我心里就难受。也许还是伯豪说的对，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们这样的人的。伯豪他该死的说的就是混账话。你投诚了，我们共产党没有斜眼看过你。哪来的那么多怪念头？我怪念他，我看那个翟队长巴不得一枪把我打死，他才高兴。哪儿去？我说不招降，可你们还坚决反对。这下好了，冉妖姑昨天晚上私设香堂，处死了那个向我们提供袍哥烟货仓库的福宝仔。他们这么做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让文沙厂的老百姓不敢靠近我们共产党，
这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。你们还舍不得冉瑶姑死，这是她自己在找死。你们还劝降吗？做没做工作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是做工作了，孤胆闯虎穴，英雄啊！可结果呢？害死了一个已经脱离了反动会道门的无辜青年，这就是结果。是我害死的吗？是你间接害死的。你去哪儿啊？会没开完呢。我去茅房，不行啊。秦天树，你偷听我们领导干部开会的内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投诚，你是诈降。你少废话，我现在就灭了你！别动！全天柱，你疯了你！把枪给我卸了！是。政委，他是在拿枪指着我的头。不管怎么说，小秦跟我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。人民内部矛盾？他是在蓄意谋杀文纱厂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，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？翟队长，你刚才态度啊是有些问题，我们在楼上都听见了。你说人家诈降，诈降这个帽子不是随便给人家扣的呀，这非同小可。啊，我们共产党人说话要有根据，要实事求是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啊，我马上向县委我汇报这件事情。他秦天树就是诈降。翟队长，你找我啊？老范，这封信非常重要，你现在马上送到县委，交给马县长。我要向组织揭发秦天树他是诈降，否则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。秦天树诈降？他为了来投诚，都被跛豪打成那样了。我看不像啊。老范同志，现在文纱厂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，敌人为了达到目的，那是不惜动用任何手段的。你快去快回。是。马县长，翟队长的急信。我马上召开县委会，你列席参加。是。我刚才所念的就是文纱厂翟队长的紧急报告。从他所描绘的秦天树的表现来看，看来这是个危险分子。翟队长在信中也谈到关永波和秦天树的私人关系，小关和秦家的这个历史问题啊，以前他倒是主动给我汇报过。现在看起来，翟队长说的有道理。正因为小关和这秦家有这么个关系，我担心的是他会丧失警惕性。
当然，擎天树主动投诚交武器遣散家丁，这是有功的。以前我们都谈过，可以给他宽大处理，享受乡绅待遇。可是眼下根据这样的情况，我个人认为，让擎天树继续留在文纱厂是不合适的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这确实是个特殊情况，但他投诚之后，敢在政府大院把枪对着咱们的干部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就是一个危险分子。张副县长，你看呢？要是这个人吧，功也大，罪也大，影响力也大，处理好了嘛，可以号召一批潜在的敌人前来投诚；处理不好，大家会引起更大的争端。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，先把他秘密地押到县城来，经过详细的调查以后，再做处理。我还有个建议，为了考验关云波同志的忠诚度，我建议由他亲自押送过来。我看这个办法可以。有不同意见的请举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王主任，你马上写个秘密公函，直接交给老范带回去。好。队长，县委命令，请马上执行。队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要不我死，要不他死。你拿着枪对着他，这是什么性质？蓄意要枪杀革命干部，道理和你说了千万，还是听不进去。我就是想让他死。你什么也别说了，你想让我干什么吧？我不想瞒着你，自己看吧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你现在就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跟我去县委接受调查；第二个选择，开枪打死我。不就是死吗？我现在还怕死吗？我跟你去。我带你去县委，就是接受调查。
不是要处死你，你这点心里必须得清楚。我到那儿会帮你说情的。帮你说情。各位兄弟，今天妖姑借个香堂，拜托大家。共产党言而无信，说翻脸就翻脸。秦家少爷已经跟他们缴械投诚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他，说是要把他押到县城去处决。我今天要去把秦家少爷给救回来。豆瓣子，让我们去吧，我们一定会把秦少爷给你救回来。我宁可自己去死，也再也不愿意见到有任何一个袍哥受到伤害。要是我今天回不来，给我上炷香就行了。站住！别动枪！大妖姑，你想干什么？姓关的，我想干什么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你要是带千树走，你就是在害他。我向你保证，你现在马上离开这儿，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你们的保证值几个钱呢？如果你们的保证说了算，秦天树就不用在这儿了。姓关的，我不想为难你，我也不想就在这儿杀了你。让秦天树过来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妖姑，你别乱来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我就是到县城去问话，你赶紧离开这儿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去就是个死！再警告你一次，马上离开这儿，不然老子抓你！把枪放下，放下！妖姑！妖姑！站住！谁打的手榴弹？吊着楼上一枚月亮，心里暖得像个
火炭，千难万险不该衷肠，英雄何妨一身苍茫。手心痛的手背的痛，血比酒，恋爱比恨浓。感谢命运狭路相逢，出生入死才见弟兄。生死一笑抛在身后，枪林弹雨从不低头，马蹄呼啸快意恩仇，英雄何妨泪染双眸。情如伤疤揭开才痛，血比酒，恋爱比恨浓。感谢命运狭路相逢，肝胆相照唯有弟兄。情如伤疤揭开才痛，血比酒，恋爱比恨浓。感谢命运狭路相逢，肝胆相照唯有弟兄。